我这是穿越了。离星，你这次指点赛的对手是我的校队男友，他武道修为一阶5重，你一个前2天刚进入一阶3重的，拿什么跟他打？快点弃权，听到没有？眼前之人是前身的青梅竹马沈炼，但却是经常 PUA 前身的青梅竹马。指点赛中，只要有一方弃权，另一方则会拿到双份的灵药补贴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影响到弃权方日后的升学档案。沈炼这个关头跑来让前身弃权，显然是没把他的前途当回事，真是恶心。见离星迟迟不弃权，沈炼心中生出几分疑惑。按照以往，我一句话就能让这个工具人乖乖办事才对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王仁最近需要灵药突破，你快点弃权，把你那份补贴先给。傻逼！沈炼话还没说完，离星直接口吐芬芳。前身愿意对沈炼100%顺，那是前身的事情，但我是个正常人，怎么可能受这个鸟气？丁，检测到您对暗恋10余年的青梅竹马恶语相向，恶行值加500，恶行系统加载完成。高武世界，强者就是要狠狠羞辱弱者，做出系统认可的恶行，即可获得相应恶行值。当前武技流水拳法，大成78%，破云枪法入门36%，当前恶行值500，可将恶行值注入相关词条，提升相应进度。评语：您的恶名暂时无人知晓。哦，这是我的金手指。傻逼！听到离星的话，沈炼愕然的声音在休息室内响起，他俏丽的脸上浮现难以置信的神色。反应过来后，恼羞成怒道：“反了你了，离星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磨蹭，快点给我弃权，不然小心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。”好啊，双喜临门了，一个破解也想替我裁定胜负，你脑子里面装的是大便吗？对暗恋10年的青梅竹马恶语相向，恶行值加300。沈炼直接神情愕然的愣在了原地，他没想到离星的态度竟然如此恶劣，以至于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破行，他居然敢骂我破行！你敢骂我？骂的就是你这个傻逼！我马上就会上台把你那个男朋友打趴下。至于你，就出门左转，去医院挂个脑科看看吧。对暗恋10年的青梅竹马恶语相向，恶行值加200。沈炼被离星那好像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激怒，你就尽管嘴硬好了，反正只要你敢上场，王仁绝对会把你打到怀疑人生。言语间充斥着威胁之意，说罢便磨着后槽牙朝着休息室外走去。而离星此刻正看着系统面板上的1000点恶行值。距离上台比赛还有不到5分钟，根据记忆来看，我和王仁的实力差距很大。在没弄清恶行值的具体价值前，正确做法应该是先省着点用，免得浪费。但是，一想到沈炼那副姿态，我就感觉有把无名之火在心头燃烧。若是在这里输掉，往后不管怎么安慰自己，我心里都会觉得膈应。前世看那些狗领导的脸色，穿越后还要唯唯诺诺，搞笑。我只知道我要大开杀戒。离星狞笑一声，单手一挥，淡蓝色光幕在他面前迅速展开。忍让是凡人的美德，胆怯是赌徒的大忌。系统，我直接梭哈。丁，消耗100点恶行值，一阶5技流水拳法已提升至圆满，消耗800点恶行值，2阶5技破云枪法已提升至圆满。离星补修行2门武技，武道等级突破至1阶5重，剩余恶行值100。哦，能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在欢悦沸腾，好似我真的在日复一日的磨练武技。不仅如此，浑身气血也猛然拔高一截，太棒了！我逐渐理解一切了。正在这时，广播响起，指点赛第5场，武科高39班离星 VS 校队王仁，请对战双方迅速登台。时间刚刚好。芜湖，这场是校队替补打普通学员，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？校队替补比普通学员猛得多。我赌这场1分钟之内结束。确实，1分钟不结束我吃。莲儿跟我发消息说你死活不愿意弃权，看来是真的，还真是急了。平时你不是到哪都躲着我吗？今天是吃错药了。婊子配狗，真是天长地久啊！出言羞辱1阶5重的敌对武者，恶行值加10。果然很少，不过苍蝇再小也是肉。看来你是真吃错药了。我可提醒你，指点赛没那么多讲究，就算我今天把你砍成重伤，校方也不会追究我的责任。白痴就不要帮别人科普规则了，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。另外，给你爹把嘴闭上，再叭叭一句，我就让你飞起来。好，很好，今天你身上别想有一块好肉。比赛开始。话音刚落，站在原地的离星猛然踏步重转，身形化作一道残影，只见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，破云枪法。好快，我甚至都没看清他出枪的动作。整个演武场内此刻一片死寂，学生们都呆呆地望着这一幕，素来沉稳的老师们也看傻眼了。开什么玩笑，校对得起呢？然后被一枪秒了。普通武科生里还有这样的怪物？此刻演武台上的离星并未停下动作，前世200部热血沙雕动画的经验告诉他，武刀永远是第一位。王仁一下就认出这是流水拳法的起手式，他心中大喊，已经顾不得颜面就要投降。李星，我已经完了。当
当众碾压一位同级武者，恶行值加200。黎星一听到系统奖励，当即补充道：校队成员只有这种水平的话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，废物！当众羞辱被击溃的敌对武者，恶行值加500。检测到亡人的自信心崩塌，恶行值加1000。恭喜，解锁修为加点路径。此刻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，直到裁判做出判决。黎星胜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离谱了，校队的被直接秒了！妈的，给我看跪了！那一枪简直快到不讲道理啊！普通学生，这他妈是普通学生，这哥们牛逼啊！深藏不露，谁说普通学员就打不赢校队的？这一刻，学生们激动无比，而身处观战席的沈莲则是整个人都不好，他像是屁股生根了一般，坐在原地，呆呆地望着场上的荧幕。王仁输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！我可是把黎星的情报全部透露给了他，就是想让他赢得轻松一点。要知道，就算是作为校队正式队员的我，也很难这么轻易的击败王仁的。黎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观众席后方的高台上，一众老师全都面面相觑，任谁都能看出他们脸上的惊讶。校队里都是学生里的翘首，即便是替补，也要比普通生的实力强得多。眼下的这种情况，只能解释为黎星此前隐藏了实力。李校长，这个叫黎星的学员是个好苗子啊。确实，他的气血强度和王仁在伯仲之间，应该同为一阶五重。可武技方面就厉害了，他施展的2门武技虽然品阶不高，但全都透露着一股圆满之意。以他的年龄，居然能把2门低阶武技练到圆满，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悟性了。这孩子私底下肯定进行了相当刻苦的训练啊。李校长，既然这个黎星答应了王仁，那不如就把王仁的校队替补名额让给他如何？再过半个月便是全省的高校交流赛了，到时候参赛的优秀学生越多，咱们连海一中的名次就能更好啊！我也正有此意。穿越到高武世界，我激活了恶行系统，只要做出系统认可的恶行，就能变强。而我仅只是当众打趴校队的王仁，便获得了1800点恶行值。为了尽快变强，我迅速回到家中继续修炼。先前仅耗费900点恶行值，就把2门武技升级到圆满，而且还顺带提升了2重的武道等级。眼下若是专门加点修为，想来效果必然比先前还要好。试试再说。疯子加点，丁消耗100点恶行值，开始提升修为。未检测到外物辅助，您的修行速度慢如蜗牛，是人我吃。修行结束，当前等级还是1阶5重，50%。评语：由于没有任何修行增益，此次收益仅和您半年的苦修相当。注：相同的点数消耗产生的收益会因为外在因素而出现变化。收益会因为外界因素而改变，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说？这就堪比氪金抽卡，结果发现抽错了池子一样。增益是吧？好办。正好在第1级时和校队的比赛奖励是增益灵药。通子开始新一轮的加点。丁消耗1000点恶行值，开始提升修为。检测到1阶高级资源素体灵药，您的修行速度增长20%，终于像是个正常人了，正在加速修行中。修行结束，气血已大幅度提升，当前等级1阶8重，90%。评语：灵药对您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，此次收益和您8年的苦修相当。哦，这升级真跟坐火箭一样，短短几个呼吸间，我就连续冲破了3个等级。要知道，就算是资质上乘的天才，也很难在进入武道大学前突破到这个等级的。这修炼速度，任谁看了都要说一句离谱。不过在黎星本人看来，自己前后8年半的苦，居然连1阶巅峰都没达到，这资质着实是不太好。没关系，以后加点多了，资质自然而然就升上去了。反正看明面上的修行速度，谁敢说我不是天才？加点正是能成王的理由。回到学校的黎星很快就被班主任杨山叫到办公室，找你来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好消息。在看完你昨天的比赛后，李校长打算特批你取代王仁，成为校队的替补。有什么好处吗？当然，不但会有专属的修行室，平时还可以自己安排训练计划。也就是说，课程表上的课你今后就可以不用上，但相对的要参加校队安排的训练计划。另外，藏书阁的3楼也可以上去翻阅了，每个月还有额外的灵药补贴等等，如何？杨山颇为得意地看着少年，想从对方脸上看到类似惊喜的神情，只可惜少年只是淡淡一笑。听上去还不错，我正好缺新的武技，新的资源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另外，你取代了王仁的名额，校队里跟他关系好的成员估计会对你有些意见。你现在的实力跟他们有差距，尽量别跟他们起冲突，以免误伤了自身。特别那个叫沈莲的小姑娘，她好像对你意见很大。听说你要进校队的时候，她极力反对，你日后见到她可以绕着点走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杨山感觉在自己说完后，少年脸上的笑意竟是浓郁了几分。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杨山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好了，接下来你就直接去训练楼挑一间喜欢的训练室吧。沈莲在那里等你呢，她非要帮你熟悉新环境，指导老师还同意了。你小心为上，要是她借机找你麻烦的话，你就暂避锋芒，明白了吗？
我先替他帮忙。黎星轻笑一声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平静的道：“那我过去了。”看着黎星离开的方向，杨山有些不确定的喃喃道：“这孩子好像真的变了，感觉好像自信了不少。”黎星一进训练楼就看到了沈莲。黎星，你终于来了。带路吧。带个屁！你昨天骂我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用见不得人的手段赢了我男朋友就算了，居然还想偷走我男朋友的替补名额，你这个卑劣的小偷！恶毒的话不断从沈莲的嘴里喷出，像是要用世界上最恶心的语言攻击黎星。他的肆无忌惮是有原因的，一阶7重的武道等级，外加位列 C 级的武道天赋，让他在校队里的战力也算是较强的几个。即便黎星击败了王仁，但充其量也就是一阶5重的实力，打个一阶6重都够呛，更何况是一阶7重的自己。我巴不得他被我气到失去理智，对着我动手，这样我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把他打到下不来考，最好连补考都参加不了。虽说黎星的父母在世时对他很好，但眼下沈莲根本不在意那些东西，他现在只想把黎星狠狠打一顿，好解自己的心头之恨。为此，他特地支开了校队的其他人。此时此刻，整栋训练楼内只有他们2个人，就算对方待会凄惨的哀嚎，也不会有人会听到。居然敢拉黑我的联系方式，居然敢骂我，居然敢打我男朋友，居然敢抢我男朋友的名额，黎星实在是罪该万死。念及此处，沈莲心中怒意更甚，嗤笑道：“黎星，说到底，就你也配进校队，你就该跟你爹妈一起死掉算了。终于要向我动手了吗？来吧，在你出手的瞬间，我反手就教你。好快！”检测到你一拳重伤暗恋10年的青梅竹马，恶行值加2000。让你帮忙就帮忙，哪这么多废话？检测到沈莲的恐惧值达到最大，恶行值加1000，当前恶行值3700点。惊恐的声音从沈莲的嘴巴里传出，他满眼恐惧地看着黎星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凶神恶鬼一般，顾不上身子的疼痛，手脚并用地朝着后方疯狂倒退。黎星冷漠地瞥了他一眼，沈莲便立刻闭上了嘴巴。惊恐和难以置信的情绪充斥在他的心中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阶7重的自己为什么会看不清黎星方才的动作，甚至连武道天赋都没来得及用出，就已经被打成了重伤。我的房间在哪？三楼最左边的那个房间，我可以给你带路，求你饶了我。黎星脚步直接越过沈莲，朝着楼上走去，没有一拳打死对方，只是让其5脏6腑都移了位，已经是他最后的仁慈。好在此次的收获颇丰，可以勉强平复他心中的怒火，自己可真是个好人啊。这就是训练室吗？4周的墙壁上铭刻着聚拢灵气的阵法，在房间内的修行速度可加快不少。记得上次测试权力还是在上次，眼下正巧有机会测试一下自己的权力水平，也是好的。这么高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越我前世记忆里人类的极限了。自己终于不做人了吗？事不宜迟，开始新一轮的加点吧。听，消耗1000点恶行值，开始提升修为。检测到 C 级灵气聚拢阵法，您的修行速度增长10%，正在加速修行中。修行结束，气血已大幅提升，当前等级一阶巅峰圆满。评语：阵法的增益时效，作用显著，此次收益和您7年的苦修相当。黎星浑身的气血再度旺盛几分。体内的那簇真气飞速壮大，瞬息之间，澎湃的真气已充盈于他的五体之间。这正是踏入一阶巅峰的迹象。感受着自身壮大的实力，黎星再次来到权力测试机前。885公斤，一阶巅峰的权力标准应该是800公斤，而黎星的权力却超越了这个数字，还不是一星半点。看着上面的数字，黎星心中轻笑。合理，毕竟别人的修为是靠修炼提升上来的，虚浮不堪，而我可是靠着系统加减，一步一步提升上来的，高下立判。黎星不知道的是，这台权力测试机是实时连接着校园数据库，此刻他的权力排名直接冲到了全校第2的位置，只在那位林海一中公认的天才江青竹之下，而负责相关数据的指导老师暂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。昨天被黎星打到昏死过去的王仁，此刻正靠坐在一张病床上，脸色惨白的对着一人躬声道：“刘哥，我的名额就这么给那个黎星了。”此人名为刘阳德，临海一中校队的副队长，半年前便是一阶巅峰的修为。你的替补名额是肯定保不住了，这是那个李校长的意思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看在你以前表现不错的份上，我让那个黎星过来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王仁依旧是一脸的不甘，本想出手教训的人，结果反过来把他当狗打了一顿，他无论如何都没法接受这种事。行了，你不是都让沈莲去教训那小子了吗？你当我不知道？还专门支开训练楼的人，一看就是要下狠手。那小子估计得被沈莲打的10天半个月都下不了床吧？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让他过来给你道歉。就怕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。一阶5重的黎星对上一阶7重的沈莲，我都不敢想黎星得被教训成什么样。这时，刘阳德也拨通了黎星号码。你好，哪位？你就是黎星吧？我是刘阳德，你叫我刘哥就行。我找你有点事。不认识，没空。
平静的语气伴随着挂断电话的提示音。刘阳德愕然的同时，血压有点升高。身旁的王仁也没料到黎星敢挂校队副队长的电话，用错愕的眼神看着刘阳德，这就让刘阳德更尴尬。刘哥，黎星这小子估计是加入了校队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现在简直是目中无人。听到这话，刘阳德的脸色阴沉下来，随即默不吭声的再度拨去电话。黎星，我是校队的副队长，我找你有事。说吧。你昨天比赛做得太过火了，还抢了王仁的名额，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。所以呢，我想让你来给他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结束了。我知道了。刘阳德听后，心底少了几分火气，多出几分亲密。这人的服软来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快，在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果然害怕了。那你稍后去找一下指导老师，跟他说你因为自身的原因自愿退出校队，我们很快就要参加交流赛，你这个时候入队会破坏。我知道了。刘阳德话未说完，黎星就直接打断了他，轻笑着道：原来校队里都是你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傻逼呀！你说什么？话音间，病房内的气氛一下变得压抑。病床上的王仁心脏狂跳，定定地看着勃然大怒的刘阳德，而黎星根本没把对方的反应当回事。我说你是傻逼，并且怀疑整个校队都是你这样的傻逼。好，刺头我见得多了，你这样的还真是第一次见，有本事你就……岂有此理！刘阳德整张脸涨得通红，一把将王仁的手机摔在地上，砸了个粉碎。等着，你给我等着啊！王仁呆呆地看着地上粉身碎骨的手机，想让对方赔偿，却又怕惹怒了气头上的刘阳德，所以他在生气与憋屈之间，选择了憋屈的生气，一怒之下怒了一下。这时他才忽然想到，先前的电话里黎星的声音中气十足，一点没有受伤的感觉。怪了，难道沈炼没有逮到黎星，让黎星给溜了？算了，没逮到就没逮到嘛，居然敢跟刘阳德对着干，黎星，这下你死定了！一个是一阶五重，一个半年前就是一阶巅峰，孰强孰弱，闭着眼都知道答案。刘阳德的敌意并没有让黎星太放在心上，毕竟双方隔着一个电话，很多事情做起来都不方便。若是刘阳德坐在自己对面的话，黎星就有信心能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。眼下还是先挑一门合适的身法武技吧。在挑武技吗？你是？于浅浅，我也是校队的，有看过你昨天的比赛，你叫黎星，一阶五重的实力，对吧？于浅浅，一个经常好心办坏事的人。我能找到一些真品武技，但只是残版，你有兴趣吗？你家境不错啊，10万块的天罡踏虚术，残阵说买就买。我父母双亡，这10万是我最后的积蓄了，谢谢你的推荐。成功让于浅浅心中涌现出强烈负罪感，恶行值加200。如果待会发现根本没法用，我接下来就得吃土了。检测于浅浅心中的负罪感增强，恶行值加100。放心吧，会有用的。论对武技的了解，我可是咱们年级里最强的。黎星随意的翻了翻，发现行文中出现了大量的空缺，不是这里少一句话，就是那里缺一页讲述。不管怎么看，都是完全没法学的成语。对不起，怎么又是好心办坏事啊？这下完蛋了。就这位黎星同学的状况而言，我根本就是罪不容诛啊。然而，黎星看着那块仅他可见的系统面板，却露出了不易觉察的微笑。天罡踏虚术未入门，可推演出完整武技，当前恶行值3100点。这下可算是捡到漏了。告别于浅浅后，黎星来到自己的训练室。还是那句话，加点正式成王的理由，无考在即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疯子，梭哈吧。开始推演天罡踏虚术完整版，推演完成，正在加速修行中，修行结束，此次耗费2900点恶行值，约为您12年的苦修成果。天罡踏虚术提升至圆满，副产物10余年心无旁骛的苦修，让您对这门武技的了解到了恐怖的程度，您掌握了化阵的技巧，气血强度小幅度提升。此刻黎星浑身的气血愈发旺盛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筋骨齐鸣，距离那所谓的2阶之境只差临门一脚。只见他稍稍运起体内真气，手掌竟隐隐有着一股飘逸透明之感。若是用这只手掌来承受攻击，那受到的伤害会减轻好几成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免伤。好快的速度，这便是2阶武技中的真品。如此看来，大部分3阶武学怕是都不如他精妙。依靠目前的手牌，寻常的1阶巅峰已经很难是我的对手了。黎星看着只剩下200点的恶行值，心想得找人报点奖励了呀。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。黎星，刘阳德队长让你去一趟他的训练室，不过你还是别过去了。他说他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让你懂校队的规矩。你之前跟他有什么过节吗？一点点吧。那就对了，他这人特别小心眼，你先别过去了。他训练室里不止他一个人，还有2个校队成员，一个1阶9重，一个1阶8重，外加刘阳德这个1阶巅峰，你去了绝对没好果子吃。我知道了，你带路吧。没错，我们应该去找老师。不是，你真去啊？说话间，黎星已经越过了他，径直朝着4楼走去。看着黎星挺拔的背影，于浅浅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硬要朝着枪口上跑。明知山有虎，就应该别去明知山啊！知道的知道你是1阶5重，不知道以为你是全校第一江学姐。
刘哥，你说那小子敢来吗？哈哈哈，他绝对不敢来啊！那小子就是一个一阶五重的替补，他要是敢来，我让他一只手都可以。以刘阳德为首的三人神情愕然地看着破门而入的离星，谁都没想到离星会这么硬气，连话都不说一句，上来就破门而入。我一拳让校队队长飞起来，只因其自视队长身份，想要教我做人，让我懂校队的规矩。刘哥，你说那小子敢来吗？哈哈哈，他绝对不敢来啊！那小子就是一个一阶五重的替补，他要是敢来，我让他一只手都可以。以刘阳德为首的三人神情愕然地看着破门而入的离星，谁都没想到离星会这么硬气，连话都不说一句，上来就破门而入。真是没想到你会没脑子到这种程度，擅自毁坏我的房间，光靠这一点，我就能向老师申请把你踢出校队。你该不会以为一阶五中非常稀罕吧？实话告诉你，你这种实力的五科生，对于学校来说就像鸡肋一样。但我不一样，一阶巅峰在哪个武道高中都是尖子生。你猜学校是在乎你，还是在乎我？刘阳德愈发得意，此刻他想在离星的脸上瞧出些自卑慌乱的情绪，但遗憾的是，离星的神情平静如古井。刘阳德皱眉，刚欲说话，离星的身形就忽然自原地消失，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一位校队身前。好快！重伤一位一阶8重的武者，恶行值加700。我操！另一人看着浑身气势张狂骇人的离星，眼中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色，显然是乱了方寸。在其还没反应过来之时，离星已经到了他身前。重伤一位一阶9重的武者，恶行值加800。在未修行天罡踏虚术前，离星的拳力就已达近900公斤。眼下在天罡踏虚术上倾注了11年心血，其拳力是实打实的来到上千公斤。两名校队遭受如此冲击，立刻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，倒头就睡。你！刘阳德惊骇地看着这一幕，完全不能理解一个一阶5重的武者为何有如此恐怖的速度和力量，瞬息之间重伤两人，就是换作是他自己也很难做到此事。此刻，离星神情漠然地看向愣神的刘阳德，到你了。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你绝对不是一阶5重，你昨天隐藏了实力。事已至此，看此人的样子是绝对不可能放过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真刀真枪的打一场。隐藏了实力又如何？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。C 级武道天赋，筋骨强化。离星神色平静，像是没看到刘阳德那恐怖的气势一般，只是缓缓抬起来到有些透明的左手。天罡踏虚术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全力一击竟被他单手挡下来了。这时，于浅浅终于赶到，满脸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我说过的，到你了。离星收起拳后，随即转过身，朝着目瞪口呆的于浅浅礼貌地点了下头。离星是第一个被于浅浅坑了之后没有丝毫怨言的人，这让于浅浅在心里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朋友，所以他在回过神来后就火速赶开，生怕三人对离星下狠手。离星毕竟只有一阶5重的实力，就算性格很好，也很难不在三人手下吃亏。但此刻眼前发生的一切，让于浅浅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。不到1分钟，重伤2位一阶后期，1位一阶巅峰的武者，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！离星不可能是一阶5重，他的真实实力恐怕直逼江学姐。可江学姐是什么人？那是整个临海市都公认的天才武者，不但毕业前就突破到了2阶，就连呼吸法用的都是家族历代传承的 S 级呼吸法，哪怕把整个银省的武道高中加一块，江学姐的实力也绝对能名列前茅。而离星不过是为刚加入校队的替补。想到这里，于浅浅心头震动不已，看向离星的眼神中不自觉多出一分畏惧之色。对方能秒杀刘阳德，就肯定也能秒杀他。联想到自己先前的担忧，于浅浅莫名感觉有些好笑。这三人该怎么处理？好办，是他们先来找你麻烦的，就算现在被你打成重伤，也得自己受着，校方是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。哦，还得是高武世界啊！这要是放在前世的高中，估计就是各打50大板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江学姐就是咱们郑队长，按照规矩这2天会找你谈一次话，初步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我知道了。又来了个怪物啊！经历刚刚的战斗，那种即将突破的感觉愈发明显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先突破吧。离星随即换出面板。重伤一位一阶巅峰的年轻武者，恶行值加1000，检测到刘阳德的自信心崩塌，恶行值加500，检测到三人对您心生大量的恐惧之情，恶行值加1500，当前恶行值4700点。收获颇丰了，开始突破吧，童子。丁，当前等级1阶9重巅峰圆满，已将此次修行目标设定为突破2阶，开始修行。近2日已不断苦修武技，接近20年的苦功，让你对体内真气早已掌控自如，做起此事来自然是事半功倍，获得增益 BOSS， 修行速度提升50%，正在加速修行中。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您终于将一部分经脉强化完毕，气血之力随之大涨，成功突破至2阶1重。
您的权力大幅度提升，您的反应力大幅度提升。修行结束。评语：此次修行水到渠成，并未耗费您太多心神，共消耗恶行值200点。哦，能感觉到体内真气总量提升了数倍不止。天罡踏虚术终于能发挥出这门2阶武技的全部威能了。昨天的我全力运起这门武技，能化解敌人的力道堪堪不过5成，现在少说能化解7成，70%的免伤，妥妥的对轰怪物啊！今后不论是哪个2阶武者想跟我正面对轰，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而且如今只要通过呼吸就能缓慢恢复消耗的真气，尽管没有呼吸法那般高效，但这正是2阶武者的象征之一。若是现在再碰到刘阳德3人，我就算不施展天罡踏虚术，也能在半分钟内击败他们3人。接下来就该着手准备呼吸法的事情了。副校长在知道离星一打3校队后，也是目瞪口呆。在了解完事情始末后，非但没有对离星采取任何惩罚，反而让离星成为正式的校队成员。就在离星前往藏书阁的路上，正巧碰上了从医院回来的王仁。在看到气定神闲的离星后，脸上直接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你怎么没事？